大家好呀，今天我们来做一期关于这个卫生巾的测评啊。应我夫人的要求啊，因为最近我们看到国内很多关于这个卫生巾的这什么质量有问题啊，对吧？我们现在就在北欧丹麦啊，就是买了基本上像这个是 Rima Tusen，就 Rima 1000他们自营的这个所有系列的这个卫生巾啊，这个大概是7款。啊，这里呢是另外的2个我们平时他会用的一个品牌是美国的，然后我们可以在一块做一个功能上的比较跟这个质量的比较。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价格。首先我们先看这个第一款啊，这个是12片的，对吧？这个是就是它这里面有不同的这个水滴标识啊，这个是4个水滴的，这应该是就是吸水量最高的。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吸水量最高的呢，对吧？这是11块5，对吧？这里面有12片，这每片就是9毛6。这我说的这个价格呢是克朗，基本上跟人民币就1比1啊，所以直接把它当人民币看就可以了。这第二个呢是14片，对吧？是这个9块4毛5，它每片是0.68。克朗啊，这个就是第三个，就是12.95啊，就是6毛5一片，这是3D 的。这2个3D 的区别就是一个就是宽一点，一个大一点啊，价格所以说就是宽大一点，然后稍微价格会高一点。啊，这个呢就是这个比较大份的，一个是比较薄一点的，比较小一点的，是45片，这个是8块2毛5，所以一片的话就1毛8，对吧？就不到2毛钱一片，所以这个是很便宜的日常用。然后这个呢是这个9块9毛5，对吧？每片呢就是2毛2，对吧？这个也是一个水滴的，所以说这个就是2毛2的话也是日常使用的一种啊。还有一种这个是8块9毛5，对吧？一片是2毛8，对吧？这个这是2滴水的，可能就是说可能在中后期可能用了一点。然后还有这个是6块9毛5，对吧？这3毛5一片，可以看这个是量也是特别大啊。啊，这个可能长度可能稍微大一点，可以看这个包装体积会稍微大一点。然后另外这2种呢，对吧？这个应该是最贵的啊，这个是这个3块钱，对吧？这一片是1块6毛6，对吧？所以说你看这包装是最大的，当然它的体积跟面积也是最大的，吸水量也是最好的，吸血量也是最好的。然后这个呢是这个美国的另外一个牌叫 Always， 大家用过可能知道，这个是大概是19块9毛5，对吧？这一片是9毛1，所以它价格也是偏高的，它基本上是比 Rima 这个最贵的这个还要贵个5分钱，所以它们大概是一个基准的。好，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让我们的嘉宾啊详细的介绍一下它们不同之间的区别啊。来，我们先从这个水滴最多的这个4个水滴的开始啊，这个有啥区别？这个一般就是姨妈前2、3天的时候用嘛，因为量多一点就需要长一点的嘛。所以这个就是用最多的。对，也有，如果你量还是不是特别多的话，你可以晚上用。但是我觉得晚上还是应该用。这个现在是晚上用对吧？对，这个是特别最大的，对，也是最贵的，1块6一片。所以我感觉Rima它感觉就是少设计了一款就是晚上可以随便滚的那种姨妈巾。啊，这个是你看这2个都是3滴水的，这2个3滴水有啥区别呢？有个是你那个绿色的是加宽的嘛？啊，要离开一个小翅膀，是不是？这里是不是一个小翅膀？它吸血量应该是差不多。有的人可能那个滚的那个什么的，或者说你平日里你的屁股大小，然后什么的运动量少的话，你就可以不用那么宽的嘛。啊，就白天可能用这个，晚上用这个是吧？对。如果量没那么大是吧？白天晚上晚上还用这个是吧？晚上应该要用那个。啊，行啊，要晚上必须用这个比较安全是吧？对，尤其是前2天。啊，这样吧。行，量多的。然后你看这2个都是1滴水的，有啥区别？这2个1滴水一般就是姨妈后期用嘛，就是国内有那种就是那种小的那种护垫嘛。对。然后国内的小的护垫还挺贵的，这个的话，这个不到2毛钱一片。对，不到2毛钱一片，还2毛左右。2毛2、2毛8。对，还有就是你白色的那块才1毛8，才1毛8，对，那挺便宜的。这就白天的时候用是吧？白天量少的时候的护垫嘛，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你以为姨妈走了，其实它还有突然来了，就那种。这样。那这2个都是2滴水的，这有啥区别？那就是白天你可以量少的时候，也不是特别量少的时候，你可以用的嘛，因为它其实有分这个不同的大小啊、长度啊。这个是不是大一点？这个稍微小一点，是不是？不是，它这个白色的那款它是全棉的，就是它厚一点。厚一点啊。对，就是如果你冬天的话，我觉得可以用这款；如果是夏天的话，我不建议，因为它会非常的闷热。对。这样这个就会就是好一点。对，这个就是比较的窄一点嘛，然后你可能夏天用起来会比较清爽一点。行，那么现在看这个美国的牌子，这美国的牌子有啥特点？这个也是那个啥水？跟哪一种是差不多的？几滴水？它这个用的是4滴水。4滴水啊，这么多？那就基本上跟这个是一样的。就说明它吸水应该挺好，但感觉它非常轻薄嘛，像羽毛一样嘛，它上面不是画了个羽毛。所以说就是比较薄，但是还比较吸水，是吧？对。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们这个长度啊跟宽度啊，现在我就开始猜啊。
像之前我老婆她就是随便拆，但其实啊，它每一个都是有专门的小机关啊，是可以拆的啊。你看这个，你看就直接这么开，知道学会了吧？你看这个是一啊，我们就一个一个拆，一个一个看了。啊，这咋用啊？这不好意思，第一次用啊，真的第一次用。第一次这个是干啥的？这要吗？这个这个要呀，不然就是粘在内裤这要上。撕掉吗？这个你不用你就不用撕。啊，不用就不用撕。对呀、这样啊，这个呢？这个你不用也不用撕，这个也不用就是量一下它的长度和宽啊，度。量一下长度是吧？量一下长度。哎，你看特别好的工业尺度，来量一下啊。这个是27.5，跟他写的一不一样？我看一下。哎，27、28，哎，确定少两了，我看28。哦，一样的啊。你要看最高长度，这是个弯弯小弧形。如果它的最大长度的话是28，对吧？啊，所以还是有点宣传的没有偷工减料。没有偷工减料。那我看第二个宽度呢？宽度啊，看一下啊，搞短一点。宽度，有效宽度7.5，你写的对不对？看一下，9.5。啊，它9.5，我估计是把这个小翅膀这个算进去了吧？怎么哪能9.5？它不，你看这边上这个絮絮这个算进去才9.5，就是边上这一点点的算进去才9.5。实际有效面积其实只有7公分左右。这样吗？对啊，还是写的是实际还是？其实实际没有这么大，你知道吗？它不算边边了吗？它边边没有，它把这一点点边边上算上了，但实际中间吸水肯定只有这一点点的。但是它可能写的时候也不包括。没有，它没有包括，就是7公分，就是9.5。这样吗？啊，然后厚度是3毫米，所以说呢，就实际上比实际上写出来是要小不少的，就是然后来开第二个，开长度。好，你看你要注意看啊，你找一下，它这里有一个小缝儿这个地方，然后你就一撕它就开了。然后给我拿一个出来，看一下啊，这个是看怎么开啊，也是差不多。好，你看它每个是给大家看，这每个都是有封口的，它这个是还挺结实的，所以这样就是可能就如果装1个2个在包里的话，可能也是比较干净一点，是不是？国内的会不会这样？也一样的。也一样的吗？我看它这个设计，国内的品牌太多了，你说的是哪个？不管是哪个，我意思它有没有这种封起来的这种设计？那肯定有的呀。有吗？好，这个明显就短一点啊，明显就短一点啊，看一下它这个写了多少。它这个也是22.5、9.5，这个地方上，22.5、9，这28明显短很多，对吧？22.5，你看这都是把边边这个算上了22.5，然后9.5它也是算上这边上这个算上它，实际上都是多少？看一下，你看它实际有效宽度都是7公分，它只是把边上这个就是你看这个明显这个边边是比这个要宽一点，就是这个边边比它宽一点，这个边边比它宽一点，但实际它有效的中间的这个还是7公分。啊，长度确实少一些，长度稍微小一点。好的。啊，我们来看下一个，再开一个。啊，这个测评啊，真的好累啊，这么多，从来不知道女生卫生巾这么多，为啥？第一次知道吧？啊，这么多尺寸。瑞玛有7个款。有7款吧？这关键是2个水滴都一样的，跟我说有啥区别？那是没区别。那实际上区别还挺大。对啊，现在比比我就知道了。你10年之前比过没有？没有。没有吗？这个就不一样，这个就没有这个小翅膀，这个没有小翅膀。对呀。啊，这差别还挺大。你看这个是没有小翅膀的，这小翅膀是不是可以粘在那个裤上？对呀。啊，这个可以，大小好像是基本上一样的。就是你运动的话，你肯定要用绿色的。不是，这2个是一样的。如果你走路多，或者是你要去跑步。所以说，你看大家这个就是简直就是商业奇迹啊！这简直就是它2个是一样的产品，就是加个小翅膀就可以多卖多少钱？这是2跟3，哎，2跟3，看一下价格。是贵了。2跟3，差3分钱，对吧？这个小翅膀就值3分钱啊，小翅膀值3分钱。哦，你看这2个是基本上完全一模一样的产品，吸水量也是一样的，然后长度22.5、9.5，他说它宽一点，所以说这个成本呢，只是多在这个小翅膀，就2个是一模一样的产品。比较有意思啊，不比不知道，一比才知道了。好，再比较一下这2个一滴血，我觉得2个开吧，一个开。你看这样它量比较多的这种设计是比较好的，你要学一下。你看你平时把它开的就是，你看这1000，人家是有这个包装设计的。一下子就开了，你看里面这个，还是挺好的。拿一个说，哎呦，这么小的吗？我的天！对呀。你看，你要这咋关的吗？你看这里有个扣，你看到没？你就扣上了。你不要，我知道了。你知道了吗？你之前都不知道，我看你平时搞这乱七八糟。哇，这么小的吗？这有用吗？这么小，我靠，这你好惊讶呀！我没见过呀，我靠，谁没事看这玩意儿？15.5、6.2，15.5、6.2，看看。那确实应该让你来做这期节目。15.5啊，6.2，我看一下，6.2。它这个6.2是最宽的，它不是中间的呀。那肯定是的。这中间这个只有多少？这中间的只有5厘米，不带皮的。这个是这个，马上把跟右边这个比一下，我再开个另外一个这个，这也是一滴水的，
开一样这些大盒，我觉得他们这个盒装还可以，他们这盒都没太多死面。纸质的嘛。这个可以。哎，这个看看有啥区别？这怎么样？哎，长得跟它很像的，我估计它是同类的产品，只是尺寸不一样。15.5 6.7，15.5 6.7，15.5，我看一下比较一下，15.5 6.7。理论上这个稍微宽一点，理论上这个稍微宽一点。这样吗？你长度呢？是不是长度是一样的？宽度宽在哪呢？它这个宽啊，就是这个边宽了一点，它有效尺寸其实没有太多区别。我觉得可以都用这个。我觉得这个，哎，都是45片。另外这个厚度这个厚度厚一点，是吧？这个厚度厚一点。价格也不一样吧？这个是几跟几？这是4跟，这白色是7吧？ 4跟7，你2毛2，还是7便宜点？4跟7 1毛8。所以这个7便宜点。为什么4贵呢？你不是宽一点吗？不是，宽的是这个宽便宜贵啊？没有啊。这个是贵的。对呀。那为啥它比它贵呢？薄一点。这个厚啊，这薄呀，薄为什么薄的贵啊？不应该厚的贵吗？你拿错了吧？没错，这个就是薄的，这样吗？就是小的，就是小的。那可能材质不一样。好吧，我觉得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厚一点。这样吗？它可能就是不知道。商业秘密啊，所以说可以多买白的。我觉得它没啥区别，你觉得它有区别吗？我平时用也没太注意。这个可能吸水性肯定是一样的，标的是一样，肯定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以后可以用白的替代它。但它两个就是问题是啥呢？它就是还有它的粘度呢。粘度吗？对。你撕着看这个粘度。一样的，粘性是一样的。这样。但这个粘的可能稍微多一点，这粘到头，这粘的会稍微多一点，所以可能胶水比较贵，胶水比较是吧？胶水比较贵，所以它两个基本上吸水性是一样的。然后这个可能稍微厚一点，这可能稍微厚一点。具体区别很难讲。再开这个2滴水的，2滴水。我看看它尺寸，2滴水17.5 6.7，2毫米，17.5 6.7，17.5 6.7，6.7，它这肯定是最大面积了，6.7，确实，它中间还是会弯一下，其实中间不应该大一点嘛，对吧？感觉就是尺寸没什么好说的。比这个今天稍微比它长一点。看这个。所以贵一点嘛。这是几啊？这是5。5的话就是2毛8。2毛8。贵一点一片。这个是6多少钱？6的话它是3毛5，因为它是厚一点。你看，这个没有什么智能方法开启吗？你找。哎，可能就是暴力拆解。不可能。哎，这个这么大一袋，为什么就是没有这么暴力的吗？不对吧？这个是不是忘了那个啥呢？还是里面有独立包装的？我看到，你看一定是有的，你看到没？一定是有的。不可能，这工业设计不可能这么傻逼。你看，这上面可以看到，因为它比较大，所以都是开头的设计，知道了吧？我拿一片出来，哇，这么厚的吗？这么厚？对呀。这个还超值，这个多少钱来着？3毛多。不是说越厚就越超值的呀，你夏天用那么厚的干啥呢？这样子吗？我以为多就划算了。靠，都是5的花吗？5的话，对啊，这是多少？这是22.5 6.9，7毫米了。长度大小跟这个是还是又长又大一点，厚一点。所以说它就没什么好说。虽然它两个都是叫什么2滴水的，其实这种话其实可能做薄可能比较困难。如果你做吸水性一致的话，你要做厚了，可能其实吸水性里面的叫什么树脂材料可能放的并没有那么多，只是看着厚，但是可能更保险一点。行，这个就没凉了，我觉得没什么区别。然后这看这个，先看一下这个吧。对，因为我没有买其他太多的，所以就只有这2款，其他的产品。哇，这个就明显，你看这个做工明显就很精致，这个明显精致，这每个就是这个材料很特别，这个材料很特别。这下面是粘胶吗？对啊，撕掉之后粘在裤子上。它这胶都挺好的。因为它这个粘胶就是设计的更那个啥，然后甚至这里还有印花，所以这个成本一定是非常高的。所以贵嘛。包括它这上面这个材料。对啊，你可以比较一下长度，然后比较一下价格。长度的话，它这个基本上跟这个，你看一下这个，你看一下这里，基本上跟这个是一致的。就是2滴水白天。对，它跟这个大的。但是这个价格还差挺多的。这多少钱？这个9毛1。9毛1。所以说你看它是瑞玛比较人性，你看这个它基本上跟这个是一样的，跟这个3滴水是一样的。就是大家价格很高。白天如果它实现了这个功能的话，它实现价格这么高的话，这个是几毛钱？这1是几毛钱？这个1是9毛6。
9.6，哎，差不多。但是还有9.1呀，这个短多了嘛。对啊，但小多了，你看这没有瑞玛还有个小翅膀呢，它没有小翅膀，所以我觉得它智商税啊，另外就做的比较漂亮。我不知道吸水性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你等一下可以测一下。马上我可以测吸水性啊。这个，哎，智能开启，一定是有个智能开启，知道吗？我每次都是抱着。它这个就比较高级啊。首先它每个是有独立包装的，这样出差啊，这个救急啊，这个东西放在包里面可以长时间的存放，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它这也不是封口的，但它这个是外面是塑料的，这个防水性是比较好的，但是它没有做完全的塑封。看一下。这个尺寸，这个尺寸，这个尺寸厚度，第一它有小翅膀，特别重要。然后这个大小，它比这个还要大，它比这个瑞玛最大还要大。尺寸我看看，尺寸就这个你可以穿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乱灌。但其实还有一种更好的，就是裤子，姨妈裤，那个成本太高，那一个4-5块钱，太贵了。我买过没有？我是不是没买过那个？买过。买过吗？我都不记得了。在这边没买过。这边没有。这边太贵，这边一个裤子5块。有吧，但是一般用不上吧。5到10块钱一个，不到10块钱一个，特别贵那个。但我觉得这个就可以。这个是很好的，都可以玩了。这个马上我们来测一下吸水性啊，这个肯定是第1名，不用看了。它这也没写长度，所以我没法知道它实际长度。但目前来看，它是最大的。夜用了嘛？它标了个月亮。行，现在我们这一阶段就是这个功能啊，这个样貌的比拼啊，已经结束了，尺寸的比拼结束了。国内的这个我看他们做什么测试？一个是做荧光的测试，就你们有没有加荧光剂？如果加了荧光剂之后呢，它会就是会显得会白一点，可能用户会更喜欢一点。还有就但是加荧光剂会更容易导致过敏，包括一些就是什么致癌啊、乱七八糟东西，反正不好的，对吧？目前我们只能选择相信啊，因为我手里第一没有这个紫外线灯，也没有那个测那个荧光剂的那个设备啊。但是我们只能选择相信他们，好吧？这没办法测。但是呢，有个就是他们经常在国内用个灯，对吧？照一下，看底下有没有什么杂质，是不是？哎，这里我正好有一个叫什么补光灯，对吧？哎呀，亮的不得了，对吧？我们也来好好的看一下它有没有这个是什么均匀度问题啊？就是看它有没有什么黑心棉，是不是？我觉得这个测试并不太科学，但是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来看一下，哎，特写，看清吗？看得清。你看啊，这个均匀度啊，均匀度非常好啊，这是瑞玛。没有杂质，没有颜色。没有杂质，很干净。小翅膀，哎呦，小翅膀掉了，好黏啊！没事，不用那么小心。等一下我们打算把它搞破坏，把它剪掉。行，这还要看完？直接撕开看吗？不用撕开也可以。你看这不用看了，这都均匀的不得了，没有任何杂质。雪白的。对呀，我觉得这也可以撕开看一下，因为我觉得小翅膀不想破坏小翅膀。你看里面。不用啊，等一下你不是要剪掉它吗？这样吗？不用粘回去。粘，不然的话马上搞得就粘，我打不开了就是。行，这个就没有小翅膀了。你看瑞玛的基本上均匀度都是非常一致的，主要是没有杂质，我觉得还是挺。国内的看了测试有点害怕。对，有的就是那个很明显的杂质特别明显。你看这个，很好啊。这有点黄黄的啊，这是不是是什么黑心棉？等下我们剪开看看。这是有点纹路。它是有做那个纹路。这个是有纹路，这里就是纹路没打上，右边有纹路的就感觉就是稍微黄一点。有厚有薄的嘛，所以有阴影嘛。这个，你看这种就是你还印了小花，哎，这么可爱，我都服了这些设计。这是粘的一面，这个比较黄的。哎呦，这里面是不是黑心棉？是不是黑心棉？不知道，我觉得可能棉花比较多，就是均匀度有问题。这样吗？感觉黄黄的呢。我觉得国内是不是有的厂家就太厚了？我感觉是黄黄的，感觉靠，这是不是霉菌啊？哎呀，好可怕啊！但我觉得应该没什么事儿。所以国内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太靠谱了。这样吗？对，我们看这个，这个五彩斑斓，哎呀，这还有小格子，还带紫色嘛，这么好看，这一定没有问题。但是人家国内还拿那个仪器测了呀。他测那个荧光剂，我没法测。你看这个厚的，哎呀，这里面是不是霉菌啊？我觉得根本就不是霉菌，对吧？它肯定就是黄色厚，就不是它厚，造成了光照度不均匀。这样的吗？对啊，我靠，这都是美国。但是人家有的剪开之后，发现里面扒出来就是有颜色的。扒出来有颜色吗？这么可怕？等一下我把它扒开看看，好吧？我靠，这太可怕了。那你现在扒开看一下。好，我们来下一阶段，我们就把它都剪开看一下，好吧？那我们在剪开这些卫生巾之前，我们再介绍一下，对吧？它这个卫生巾怎么我也是也很好奇啊，如何做到就是它又吸水啊，又防水，对吧？不漏啊，然后还又那么吸水，还要保证这种舒适度，这个怎么做到的？首先我们看就是卫生巾一般分3层啊，就是首先是表面这一层，表面这层叫啥？表面这层叫 PES 聚酯，它这个就是疏水性就是透气性会好一点。然后它背面呢？背面是 PE， 就是那个塑料，就是我们说就塑料袋那种塑料，就是塑料，就是所以它不可能透水的嘛。然后中间叫啥？中间叫 SIP， 叫树脂。树脂它就是那种就是尿不湿里面会有，就是它吸完之后就会吸几百倍的水，它不会流失那种，所以它中间就是吸水的，表面呢就是疏水跟这个透气的，然后背面呢就塑料就给贴起来，防漏，对吧？所以基本上做到这三样功能的话，像如果你要想做吸水做的比较好的话，就是中间那个你也做特别好，但是表面这个疏水层就是这个什么透气层你也做特别好，不然不舒服嘛。
啊，你要保证干净啊，就是洁净啊，保证过敏啊，也是个问题。也得做好，不然也不容易啊。我们现在这个比较厉害的剪子就可以剪得开。我先把它剪开看一下，剪开个角角，因为马上还有这个做疏水性测试，就是做那个吸水性测试。我们再留一点，我剪开看一下啊，中间这个，一点点。底下中间这个树脂有点像这个叫什么泡沫一样的东西，然后也没有很多絮，不像国内剪的很多絮啊，这就没有，就是一层。它是植物纤维嘛？不是树脂，都是高分子，你可以变成这个塑料的一种。好吧。表面呢，其实外面的这个叫什么透气层，它是2层，你看到没？它这个是2层，2、3层啊。你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比较小，这个就是2、3层，然后中间这个叫什么树脂这一层呢，就是感觉像纸一样的东西，但这个东西不是也是塑料，可能也是一种塑料吧。然后底下这种就是超薄的一片叫什么那个防水的那个 PE， 其实就一层塑料，其实很薄的。所以表面的为了透气做得好，其实上面就是你看看，就是把它撕不开，它是好几层的，还是粘在一块的，所以说它也不可能一下子撕开的，所以说就感觉到比较厚一点，对吧？然后我们来剪第2个，来看一下，我把它剪来放地上。啊，这个是2层的，刚刚这个是吸水性特别好的，所以感觉到就是树脂层比较厚，就是那个树脂层比较厚一点。这个怎么样？这个稍微薄一点，但是感觉这个吸水就是也挺好的。材料我看一下这里面，它这个你看这个又不一样了，它这个外面的这个就是这个SI 叫什么这个 PES 吧，就是表面这个是透气的这一层，就应该是我们在国内应该叫无纺布，就是也是纤维的一种，然后它这是粘在上面的，然后底下这层塑料，然后包括中间这个树脂就在这，对吧？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看这跟这个有啥区别？这俩一样，这只是带个小翅膀，它俩也是一样的。而且还得看一下，果然你们工程师就不一样。不，这不一样，你看这个就没有粘，它这个好几层。研究起姨妈巾也是一套一套的。这个不一样，这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来看一下。平时我用我咋不知道它是3层的呢？你在你不撕开谁知道呢？我看撕，你看这个也是外面这一层就是这个是粘在这个树脂上的，对吧？所以这两个材料也是一模一样，这两个是一模一样的。因为都是瑞玛的了。对，它这个就一个带小翅膀，一个不带小翅膀，这个小翅膀值3分钱，对吧？3分钱，瑞玛还是挺良心的，这个小翅膀才卖你3分钱，在国内我们不得吹一波那个半牛3毛钱一片。我们看这是一滴水的，一滴水，然后这个，你看首先它这个就是稍微分离一点，对吧？就是它，然后里面的树脂呢，其实它这个树脂都挺厚的。不是，它这中间还有一层，这不底下这层粘树脂这层是粘在上面，所以外面这个疏水的它也是这个是2层的，然后里面是粘在这个吸水树脂上的，然后底下是一层塑料这样，所以这个吸水性其实并不会很差，其实。它只是尺寸，它这个不是，我觉得它这个吸水量并不是说它就单位面积内的吸水量，它这个吸水量应该是整个姨妈巾的吸水量，所以你看它这个面积差了1倍，所以说这个是3倍的吸水，是因为它体积可能就体积跟面积大了3倍。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它这个就是我看它树脂的厚度都是一样。那再看另外一张，这个就是厚一点，这个你看这个一滴水的，这个明显就是这个疏水层好像就多一点。你看这个就是棉花，这个是棉花吗？不知道，棉絮看起来像，这有点像棉絮，这个跟国内的还有点像。不对，它这2个应该是材质不一样。所以价格不一样。我看一下，不是，这个是便宜一点的。这便宜点，这可能用的是棉花，我看这用的是 SIP 吗？1毛8。PP Non-Woolen Polymer ECF Electronic Cloth Free。这个还真不是。我知道了，这个是多少钱？这个是1毛8。1毛8，这个是多少来着？这个是，这个是4，这是2毛2。2毛2。所以说这个是树脂的，就这种薄的是树脂的，所以就是那种就是高分子吸水的。这个可能是，这个还真不是。我看一下，这个上我看到没看到 SIP 那个树脂。那可能就没有吧。这可能还真的，我等一下，大家稍等一下，我来看一下这个翻译。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那个叫啥棉花。这是纤维吗？背面吸水性，纤维素绒毛。纤维素绒毛。所以说它这个也不是棉花，它这个不是棉花，就是你可以理解成就是植物根茎，就是树皮这种的，就是里面带那个植物纤维，它应该不会用棉花，用棉花成本太高了，所以它可以做特别便宜，但是它还是植物性的。那所以说国内说那个是棉花的问题，其实也不是棉花的问题。它用的也是植物纤维，但是它植物纤维可能用的比较差。你看这里面就是虽然带绒毛的嘛，你看就是白絮，然后它会有这个纤维。很像国内他们测评的那个解出来的样子。我估计他们也是纤维绒毛。纤维绒毛。对，但是这种东西，所以说嘛，你看这个就是像这种就是贵一点的，贵几毛钱的，这个就是高分子。高分子树脂的，这个就是纤维的，所以就便宜。所以你看这，但是呢，纤维的优势是什么呢？便宜，但是会比较厚一点。对，会厚，就会导致就是叫什么那个输出性会差。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情况，如果你觉得就是冬天的话，我觉得就无所谓，但是夏天的话，我觉得它这个会好一点，是吧？高分子需要一定的技术吧？高分子成本。对，技术也是一方面，主要是成本。这2个估计是一样的。你看这是所以你看它这个深色比较好包装的纸包装的，全部都是高分子的，高分子。你看这2个比较大的便宜的，全部是这是棉花，这不用看了，
这就是棉质。你看这俩吸水性是一样的，但这个体积比较大植了，物对，大2倍。对，这个我把它解开看一下，这不是植物的纤维嘛，就便宜一点了。对，看一下这个应该也是，这个也是一层的这个这也是2层的这个外面的这个纤维，就是那个透气的，然后里面是那个高分子的树脂，然后塑料，啊，这个就不用看了，这个肯定就是棉花了。你看这个就是非常厚的棉花，就棉花纤维就纤维，但是还挺干净的，好像没有黑心棉。挺雪白是。对，它也不是棉花，棉花成本太高了。嗯。所以之前我买的全棉时代那些估计也不是棉花。你像美国这些比较贵，这些全都不用看了，就是中间都是树脂。我们剪个这个看一下，它这就表面做了一个什么纹路啊，看着好高端，然后背面印花也比较漂亮。它表面应该是也是那个。因为它这个就是为了做这个叫什么？它这个洞洞就是真的是洞洞，所以说它就是离树脂就比较近，所以吸水性就比较快一点，透气也比较好。对，啊，下面它这个树脂还挺厚的，它树脂它中间这个树脂层非常厚，所以它吸水一定是特别好的。啊，这个呢，所以这个就有意思了，这个刚刚照出来还就是感觉像有问题，你剪看看有没有问题啊？首先这个是棉的，这个是纤维的。纤维的，不是树脂的。我好像没看到树脂，所以这个东西买其实性价比不高呢。但是它没有树脂，它是唯一的优势就是它做的大。对啊，晚上用做的大，做的厚，所以这个成本你看，连对比这个成本直接大了1倍。这个几毛钱？这是几？这个是6。这个6啊，这个是3毛5。3毛5，但其实就做大了1倍，然后这个多卖了出了3倍的钱。商机发现没有？只要把它做大。但是它是必须的呀。啊？因为它是必须要选这么大的，因为你晚上。但是大家为什么不做那么大呢？你看瑞玛为了做长腿，这个是多少钱来着？这个是9毛3。9毛3。9毛6。9毛6，这个是多少？1块。这个是1块6。1块6毛6。所以说，如果瑞玛愿意把这个做大的话，卖到1块5、1块6，这还是可以卖的。如果是用树脂做的话，你看这就是棉花，所以它并不是稀的多，它纯粹就是因为大哈。但也有可能是欧洲人，他可能比较习惯用那个卫生棉条。棉条那个吸量很大的，对，那里面可能就是什么分子。我们没有，就是买那个卫生棉条来扯。行，以后有机会可以。行，那现在我们这一轮测试就这样，我们下一轮要开始做起这个吸水性测试。好，现在我们来做起这个吸水性测试啊，对吧？我们先从这个吸水量比较大的开始啊。这个是这个瑞玛的4个的树脂，对吧？我们测试方法也是比较暴力，也不是暴力啊，就是比较创新啊，对吧？是我独创啊。首先对吧，我们把它贴在桌子上，贴一个桌子上啊。然后我们来跟这个美国的这2个牌子比一下，对吧？这是 Always， 看一下这是 Always。再贴着贴一下，他们这是叫什么？这个吸水性的比较，这个是啥？这是 Libs 自由那个是不是？Libs，对吧？大家可以看这个尺寸啊，最直白的对比啊，这个3个水的后来测量，我们就一组一组比啊，这是3个我们认为它吸水最强的，对吧？这时候我们来开出我们快乐水，模拟血量，保证是真的，好吧？喝一口。你喝太多了。然后这时候我们就用了小瓶盖，对吧？看他们能接住几瓶盖，好吧？这做实验很有实验精神。这水不够，往这里加一点。不能喝，好可惜。你测试一下嘛，了解一下女性的日常生活所必须的。我们先一瓶盖，对吧？到这个姨妈巾上，这是瑞玛的。我们的姨妈来了。一个没什么事儿，漏了一点点。我们现在往中间漏，一般在中间。2瓶盖，变大了漏了，侧漏了。所以边上这是没有吸水性的，对吧？不吸水的。我觉得粘在裤上。2片了，2杯了。我看到什么时候呢？到桌子上就算失败，好吧？给你时间。3盖，它的极限是多少？3盖，我觉得马上要去桌上。所以说你小翅膀是有用的，小翅膀很有用。3盖还没出去吗？差不多了。我调整一下极限，4盖。4盖不行。不，它这可以几百倍吸水的。这样吗？哪有一下姨妈这么多呀？对啊，你看这基本上要上桌上去了。你看边上还有个锁水功能，并不会那啥。你看它这个吸水性还是比较均匀，户外两头去渗透啊，能装4盖。那在渗透到小翅膀就已经渗出来了呀。因为小翅膀是夹在裤子的。对啊，所以说这就4盖，这已经很牛了，对吧？4盖是吧？我觉得这已经是就是瑞玛最吸水的，我觉得它已经，我看这啥最长的瑞玛最长的。这已经会漏掉了，你看这已经吸不进去了，就是。4盖已经很多了，谁姨妈要这么多，好吓人。这是要血崩了吗？我慢慢倒啊。
你看这个没有小翅膀就很吃亏啊，这又不是，这量不多的。一盖就嘎了。所以说你看这个小翅膀很他写的4滴水，好像承受不了4滴水。啊，我给再来一滴水，我看一下它的再来一笔盖，我看它还能吸入多少，还是吸的比较慢，还是行不行啊？它也挺行的，就是它这个你不能一下倒下去，是不是？对它这个就疏解性还挺好的。这样吗？嗯，你快点啊！一快它就出去了呀。哦，那你你看它这，那你铺两盖开倒嘛？两个，不能上下倒，只能从中间来，姨妈也不能从上面两侧来。哦，也是，你要模拟一下这个对啊过程是吧？刚刚是两盖是吧？你看其实还能吸一点，我再来一个。它2盖了吗？这么能吸？嗯，其实还是挺出乎意料，它还是挺能吸的。哦，因为它写的都是4滴水嘛。它吸水量应该也是一个行业标准，它也不能乱说。啊，3盖就到头了，3盖到头。还是不如意。这还是 Rima 的这个，它尺寸啊各方面还是包括它小翅膀设计啊，特别重要。来，我们来看这个最屌的，这个最厉害这个大哥。来，哎呀，哎呦，它里面这个可能不是棉花，啊，它可能是碎的树脂，这样吗？ 2个。所以它比较厚一点。哎呦，倒快了。它边上这小翅膀有吸水性吗？小翅膀也从来没有吸水性的，但是它这个可以看到，翅膀在那裤子上不用吸水性，你也可以看到，它只要倒到这个中间的这个地方，它会渗透到两边去。对，它这个不是棉，不是棉，它是是没有棉的。不是，它这个是树脂嘛？它树脂，它可能碎的树脂，哦，不是，它可能这里面全是树脂。所以比较吸水。对，你看这个吸水性不可能是棉，马上我测 Rima 那个就知道了。嗯，或者植物性纤维可能也挺牛的。3盖了吧？嗯，你看这一点都没漏，这一点都没漏，我觉得它吸水性是最好的。所以晚上用它嘛，比较保险。膨胀，它会膨胀啊。就如果是 SIP 树脂的话，它是刚3盖4盖3盖。3盖4盖，刚刚 Rima 4盖就嘎了。4盖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它两头还没有机会啊。我觉得就不测了，测的话我们可乐不太够了，对吧？我觉得它的首先它的吸水性，我觉得还是比瑞玛要好一点，比瑞玛好一点。然后就吸水性速度比瑞玛要快一点。嗯，加一颗，下面的吸水性不行，我们就不要了这个，你先放着吧。放着吧。好，行，那我们就继续贴。然后来比较。哎，我们来比较这个叫什么3滴水的。3滴水的在这儿。3滴水都是 Rima 3滴水的。瑞玛3滴水的。对。啊。为了做这个测试也成本很高。下血本了。啊，这个小翅膀呢？小翅膀有粘性，我再粘到隔壁去了。它两个尺寸理论上数值都是一样的。感觉怎么样？一个漏了。你看瑞玛的明显它的吸水速度比较慢，它这个特别大的这个，你看一下这个大的，它吸水速度特别快。哦。所以它2滴水你也最多接2盖。它写的是3滴水吧？3滴水吗？这是3滴水，但它吸水性还是……你这一罐也太大了。所以说2盖就嘎了，它两个吸水性是一样的。这怎么样？2个吸水性我感觉是一致的。哦。没什么区别，但他们都能吸2盖水，基本上我感觉都是过关的吧，就吸水性没什么太多问题。就是吸2滴水差不多。就满了，就不能再吸了。然后这个是写的4滴水。4滴水，你看确实，你看干干的，哇，它这很厉害，这一干干了。这样吗？你摸一摸，你摸一摸。好，我没摸一摸。哎，对哦，还比较干。哎，你看它很均匀，这个就有点湿。滑滑，湿滑。这个体验实在是，你这个，你看，我觉得还是瑞玛更胜一筹。这样吗？它唯一的问题就是尺寸，太小了嘛。我们把2片接一块。对，你看这种就是它可能就是棉，可能还是纤维或怎么的这种技术就不行。你看瑞玛这就干的不行，非常干。你看这也干，这个也干。这个水感觉就是还在上面。对啊，没什么用。这个就是滑滑的，它也是树脂，但是它由于它上面的材料，这个材料是那个不隔水的材料，它这上面就是可能就是它下面树脂吸的还比较均匀，一整体性比较好。然后来测2滴水的。这个1滴水的。2滴水的，你先测2滴水的。都1滴水的呀。这是2滴水。啊，2滴水的。对，刚刚这几滴水的？这3滴水。啊，2滴水的。我们在旁边把这种投进来量，这2滴水的。这个是之前的树脂。都是。这是棉的。我第一次吃 Rima 的棉啊，Rima 的棉也没有奇迹啊，这个是树脂2滴水。都是满满一罐的倒下去，这不行了吧？
最多只能照一个。这样吧，一个2滴水确实不行，2个不用想，肯定不行。这个棉花呢？你看它这个就是棉，就是植物性棉，它这都刚把你倒流出去了，它还是能吸上去。你看它这跟那个左边那个跟这个是一样，跟这个是一样的，感觉是一样的，吸水性其实挺好的。这样吗？它其实吸水性更好一点。嗯2个了。是的。 3个，所以这个就3到4个。其实 Rima 这个2个水的还是性价比很高的。其实如果夏天不热的话，它的量其实不止2滴水，但是可能就是有点热。然后最后就是这个1滴水的礼品，这护垫。这个是后期正好是棉的，这个是这是薄一点的，这是织树脂的，这左边这都是树脂的，全树脂的。嗯，树脂的就是比较薄一点，是吧？薄一点，然后吸水性不错啊，因为它干了之后不会太那个啥。哦。然后给它均匀的来一杯可乐，还可以，树脂的性能还是比较稳定一点，而且它干了之后它不会粘屁屁了。后期也不用这么多吧？我感觉是它价格。它这个你看这个棉的看着吸得快，但是它全在浮在上面。对。对，一个也差不多，但它就是总的吸水量感觉。就是这个吸完之后它是比较干的，不会。对，这个就感觉湿哒哒的，就是，所以以后你可以考虑不买这个，除非你觉得。对，可以。但它有考虑便宜，它是不是便宜的？是的呀，便宜。这是1毛8。这个多少？2毛2。1毛2。那你可以考虑不买它，我觉得不用差这点，我觉得还是这个明显这个就是吸水量跟这个舒适度肯定这个要好很多。现在知道以后怎么买了吧？行。那你总结一下以后怎么买啊？我们现在总结一下怎么说啊？就是首先这个姨妈巾啊，它是3层材料，对吧？这个表面这层呢，这个叫什么？这个透气层，对吧？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对吧？不然你看一下这个透气材料在做什么创新小网格，但它有问题，它小网格是就是透水性虽然比较好，但是它没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可能比较好看嘛，对吧？然后它也是干的，但是它的触感没有这个棉的就这种密制的这种好。所以说，Rima 的其实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Rima 的它的就是性价比是最高，不是性价比，就是第一是价格它已经达到最低了，二是就是它整个设计是非常的就是舒服。不是，一是舒服，二是就是它就是设计上就没有太多可谈的点了，就已经市面上最成熟的设计了。哦，对吧？我好像有那个奈斯公主的，就是国内还剩下，你要不要来比一下？好，你来，现在我们是对比一下，这国内就是他们很多网友在测评嘛，对吧？就测的是全棉时代的奈斯公主啊，这一定是奈斯公主啊，可以看一下，我们看这里是有这个标的这个名字啊，奈斯公主，马上我们可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上面是有它的标的，所以我们不是诬陷它。然后它这个比较好，它是做的全封口设计，但它整个是棉的。哎，可以看一下，哎，这个是要撕掉的吗？不用。是的，不撕了。你现在想测量它的长度吗？还是怎样？不是，你看这是奈斯公主，首先看我没有黑它，这是奈斯公主，国内带的这件事都没用了。对，因为它这款是国内测试没有10多款卫生巾中测试，网友说这是博主测试说测评之后发现没有问题的。对，然后你看我们把它给贴下来，对吧？这个是日用的。我们看到这个长度大小，对吧？还是跟 Rima 的这个3滴水的差不多，所以我们给它贴在这儿，差不多。然后你看这是奈斯公主啊，没有黑它，它上面写的是棉花，所以它可能里面用的是棉纤维。那一个多少钱？啊，1块1，1块1。你要剪一下吗？你要照一下吗？你要照一下吗？照，没照给他。你可以照一下。啊，就稍微有点泛黄，但整体来说是很干净的。工艺还是没什么太多问题。至少看起来没有质量问题。对，奈斯公主长度呢？全棉时代它是那个全球最大的医疗棉器材供应商，全球最大，不是开玩笑的。长度怎么样？长度在这。看看，这是有效，实际长度是23。这个日用的23，实际的话是21.5。就国内的它这个长度尺寸还是性价比比较高，但是价格不便宜，1块1啊。我们这里就1块1一片，我们这多少？日用的。我们1块1基本上跟它，你把水一般都拿一下。大概是6毛多吧，6毛8。6毛8。我们这边多少？我们这6毛8，1块1。 6毛5。所以说在 Rima 最贵的就9毛6，最贵的这个就9毛6，所以它1块1，对吧？希望它这帮能接住4个水，好吧？Rima 能接4个水啊。一个吸水速度还可以，还不错呢。一个2个可以，但是我感觉它是纤维的，它不是棉的吗？不就是那个棉的。3个4个可以啊，就吸水性没有太多问题，我就不继续吸水了。然后你看棉的就会通用这个问题，就是它不会那个吸进去，它不会吸进去的。就是如果太多了它就会漏。对，它其实。所以它跟我们这个棉花一样，我们这棉花多少钱来着？棉花这个是。这是几啊？这是6。是6是3毛5。3毛5是3毛5，所以说它当然这个的话我们吸了几个？吸了2个。对，2个。它这个就是第一尺寸做的大了一点，然后吸水性做的是挺好的。
它可能跟这个差不多，对，感觉是跟这个跟这差不多，可能是比较优质的这个纤维啊，或者说棉纤维。跟 Liberty 这个我估计它可能用的也是棉花，这个用的可能是那个植物纤维，就是纤维不一样，所以棉花可以稍微稀一点，但是就是棉花，你看它两个感觉特别像，就是它不能吸进去，吸不进去，对吧？它上面就是它这个湿哒哒的， Rima 的已经干掉了， Rima 完全干掉，就完全不会有任何就是湿的感觉，吸进去，对。所以这个的话跟对，如果你对比这个呢，就是不算贵啊，因为它棉花比较贵，但你要对比 Rima 这种纤维棉的，对吧？可能也差不多，但是价格要贵3倍啊，价格要贵3倍，但它吸水性比它更好一点。所以说还是各有千秋，我觉得它跟这个贵有道理，但是它1块1还是偏贵的。所以在国内卖这个奈斯公主还是可以的，就性价比就不是性价比，就是它的价格就值这个价，就这个价。你看在人家这个美国卖这个价，但是它效果确实没有聚酯的好。它不做聚酯的原因，我估计可能就是需要技术，一是技术，二是可能就是成本，就做聚酯成本可能还是高。Rima 你再压到这多少钱都9毛6，国内肯定压不住。对。所以这期我们看这么多这个卫生巾大测评啊，我们看到说，首先我学习了非常多的知识啊。首先我觉得就是比较大点，就是材料3层，对吧？透气层、吸水层跟这背后这个塑料层，最后这种塑料其实没有太多问题，大家应该都是没有太多问题的。中国这里没有漏啊，美国这里没有漏，都是塑料，所以最后这个防水层应该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问题。有问题。怎么了？美国大哥漏了，底下全是水。Always 这个品牌漏了，我也不知道。不是，是你剪的？不对，是因为我剪漏了。它这个不是。它你看它这个叫什么？这种树脂的话，它里面就会结这种晶晶的这种东西，就会变大，它能吸几百倍的水。所以它这里面是一样的结构。所以树脂的吸了之后，你看一下，这就小晶晶小球球。对吧？它结小球球了。对，所以这个是一样的，这个就不用看了，这里面就是棉吗？棉纤维，这应该是棉纤维，跟大家这是一样的。你要不要剪开看？对，这刚是不是没剪开？对。这是国内全棉时代的。哎，不对，它也是树脂的嘛？它有棉有树脂。它是棉树脂混合的。棉树脂混合的。那它卖1块1有道理的。所以它全棉时代它也不实诚，他说的它也不是全棉的。它有加树脂和棉。对，那我得把这个剪开看一看。那你剪开看看。这真的是大揭秘，大学问啊！这个是真的是全棉的，这真的是全棉的，这真的是全棉的，没有任何树脂。所以说，如果他用了树脂，所以说那他卖的是贵的。他没有用全油树脂，用了一些棉，它的吸水性跟这个9毛6是一样的，但他卖1块1。但是呢，你看这上面能摸到水，这个摸不到水。所以你树脂的会高价格。你要用纯树脂的话，价格是高的。它这就是树脂加棉，而且它上面这个叫什么？这个，所以因为它只用了1半树脂1半棉，所以导致它这个水存不住，因为棉一定水一定会吸出的，你按一定会吸出。你要么用纯树脂效果就好。你看这个其实效果挺好的，我还第一次学到的，它这个树脂吸完之后它是不会，就是它会很干。不是，它吸成树脂，它变成这个树脂这个晶体之后，它就是所以相当于啥，就变成果冻，它就是不会变成水分子，所以水分子已经不能自由流动了。所以说它这个为了保持就是叫什么奈斯公主，她可能为了想要很高的吸水性，又想降低成本，对吧？所以说导致就是这个用户体验其实并不是特别好，就是既有棉又有树脂。对，但是它棉水会吸出来，但是卖了1块1，你看瑞玛才9毛6，对，奈斯可以打折的时候买，打折啊，半价可以买。但其实在国内它也算好的了，它已经算好的，至少没有质量问题。对，好像没有质量问题，而且它用了树脂，但是就它不敢做纯树成本太高了，因为它这个我们甚至可以就是你完全撕开它，对，我们完全撕开看一下，就是这个看树脂吸水之后是什么感觉。你可以把这个棉的撕开对比一下。稍等，我先把这个。那还挺有学问的，差别挺大的，就是。看来这个还需要一点技术啊。等一下，我把它拉一会儿，我不想在地上。大家就是来看一下这个。好，你看这个吸完之后，这几乎没有任何水分了。你看包括这个也是。这个吗？你看这个都没有吸饱，就是这还有很大潜力的，我水浇少了。所以瑞玛的它其实全树脂，你看这些全树脂系列的还是，你看这都没吸饱，这是。你看这个，哎，我就给你全撕开看好了。你看它这个又不一样了，你看它这个就。它是不是也加一点？2层，你看它2层的。2层什么？2层是外面就是这个透气的。你看它这个，哇，这个透气这么。这不好意思，可以撕它。它可能上面铺了一层棉，是不是？不是棉，就是那个疏水，它是个2层疏水的。那这就不撕了，这些棉花，那这个也是树脂。你这其实它还有很大潜力，它还能吸很多。那还不错呢，我还一直担心它这个吸不了很多，没想到它这个不是，它不也是大小的都很能吸，只是体积。我担心它晚上不能用，它其实是可以用的。你担心是吧？其实你想到人家你看这个吸水性，它是遥遥领先。我就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瑞玛没有做那个晚上用？不是，我也很好奇，为什么就是它做那么小还能卖这么贵的原因，你知道吗？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全棉时代能撕开吗？可以。我想它有没有什么？前面上面有没有层，我就直接暴力撕了。你看它这个你看到问题了吧？有棉有。它不是，它上面是棉，下面是树脂，然后树脂的密度没有很高。
它这个你看它这个树脂上面，它这个树脂，你看它树脂是不能自由移动的，所以它是用那个叫什么？这个它自己就你看上面粘了一层这个什么，就是分子把它给固定住了。所以它这个技术还挺，但是它只是编织的固定它。那你扒拉扒拉一下这个棉，看一下。这棉了。对。你看人家这个棉，我看看，它就是纯靠利达出奇迹啊，就是棉花，棉花特别像棉花，就是棉花，纯棉花。这个呢，我得撕开看。你看它这个技术，其实像美国的技术比较好，它是跟这瑞玛都一样的。你看上面都会做一个把这个树脂分子给固定起来的技术。你看它这个固定的更结实，都扒不开。而且你注意看，它这个吸水量其实特别大，它这个很厚的，这个很厚的，比这个跟瑞玛这个旗鼓相当，甚至更厚一点的。你看人家这纯树脂，纯树脂，瑞玛的这个呢你看瑞玛这个做的其实很清爽。你看这个塑料对吧？中间这树脂层，然后它是把树脂跟这个叫什么纤维 PES，大家看一下啊，我还是它这个PES 聚酯，这个是聚酯把它编在一块，它软软的呢，就是软软。你看这就是，你看这个都吸水性都很强。因为它这个瑞玛这个材质就是它整个都是可以，这个撕不下来，这撕不下来，品质不一样。也就这个，它这个特别厚，这么厚一点。你看这个叫什么全棉时代就1块1啊，傻逼。你不要乱说话啊！这个就没什么了，这就一样。要做个文明的人啊！你看这个，你看它这个就没有做这种全编织的，你看这个就是很干净。难怪这么贵呢。所以说9毛6你买这个，你放心好了，我觉得你以后可以不用买这个，这个还更贵呢，这个1块6的这个。棉的，我就是担心它吸不了，看到它挺小的。你看人不可貌相，对吧？姨妈巾也是，金不可貌相，好吧？你看像这种便宜的，它就直接在里面放了这一层这个聚酯，放了树脂啊，不是聚酯，树脂。包括表面这个层叫 PES，叫聚酯，这个东西其实也蛮重要的。你看它这就是保持这个干爽啊、舒适啊，其实也蛮重要的。好，非常的神奇。我们这期测评啊，我觉得已经很全面，大开眼界啊，学了很多知识。我们也知道，其实以后我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对，就知道怎么选。其实确实还需要测一下才知道。我非常的困惑，因为作为一个理科生啊，我觉得是哇，水仙这帮两个这个3滴水，我靠，有什么区别？我实在是不知道区别。每天你要注意看，其实材质是完全一样，有没有小翅膀？我觉得就不用选，就直接选这个带小翅膀就可以了。好，是不是？然后我这边这个棉的其实都可以不选，就因为棉的是完全没有输入都可以，完全没用，就是你买这个就是这个小盒装的，就是最好的。它这种出棉的原因，你知道原因是啥吗？为什么？便宜。那个聚酯是吧？树脂对身体有没有什么稳定不得了？树脂很稳定吗？稳定。它聚水，它直接水就变成了这个果冻了。果冻，完全不软软的。对。好，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了，希望大家点赞、评论、关注、点亮小铃铛，谢谢大家。剩下的时间我要去清理我的桌子了，拜拜。已经清理完了。没有，清扫战场。拍完之后的清扫战场。它背面也没有漏，也可以。可以啊，表现非常好。我觉得这还是值得去研究的，这里面科技也不简单了。像瑞玛这种棉制品，其实你夏天也不用买。广大女性的福音。没必要，我觉得这个像这种棉制品的，我觉得可以淘汰了。它最大优势只有一个，就是便宜。但是棉质的它其实是没有那种，就是吸完之后它还是水。对啊，你还在钉屁股上，肯定不舒服呀，想都不用想。是吧？行，那有转接。你看这个树脂，这个，它就成为分子了，它就固定住了，很稳定的。等一下果冻呀。就是果冻。果冻它跟果冻是一样的东西。还挺神奇的。下次它材质上里面直接有写是吧？聚酯。对，树脂。所以就不是啊，你看这个就没写，这两个都没写。所以不一定是棉的最好了。不是。所以说这材料还要看设计啊！你看，包括瑞玛的最贵的设计就是最好的。所以以后你就买这个就可以了。就这个。如果在丹麦的朋友其实可以选购。对，我觉得其他的不用看。因为我还挺担心瑞玛的它那个这么便宜，不是，因为太小了，我觉得我也不起眼，你不知道里面，你拆开看，你根本就不会知道呢。不是，我还挺担心，因为前段时间不是卫生巾国内出现很多问题嘛，然后我就很担心说那这个丹麦的这个卫生巾我们在超市买的瑞玛这么便宜，会不会有问题啊？所以就特别想来测试一下。我还不太愿意测，现在测了一下，它就是一些什么东西，从工科角度来说，从工程跟数学角度来说，很多东西还是可以直接量化的，并没有那么复杂。其实女生男生做这么多测试还挺麻烦的。没有，不会那么专业的吧？我们就是注意它有没有味道啊，颜色。看实际使用体验。但是它材质还是最重要的，是不是？是材质跟设计，都很重要。像全棉时代这种就明显就是脚踏两只船，又想便宜又咋卖的还贵。所以这个品牌大家要注意啊！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买到这种像瑞玛这种品牌的，我觉得还是可靠的。代购可以选择它。性价比是很高的。对，我们已经测评过了，它已经没有问题。对，没有问题，非常好。好，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啊，拜拜。